叶晨与伊藤雄彦、田中浩一推杯换盏，菜菜子便守在一旁，不断为他添酒。有趣的是，菜菜子只为叶晨添酒，伊藤惠美只为伊藤雄彦添酒，而田中浩一便只能自己为自己添酒了。所谓的龙啸9天，在叶晨看来并不算好喝，除了米香味纯正一些之外，这东西实在乏善可陈，想要些微醺的感觉，至少也得是40度以上的酒。这种清酒对他来说跟喝自来水没什么区别。不过既然是伊藤雄彦大老远带来的国粹，叶晨也自然给足了面子，包括伊藤惠美准备的顶级海鲜刺身，叶晨也依旧赞不绝口。但其实在他心里所想的是，生鱼片自身没什么味道，吃的不过就是不同鱼肉的口感，蘸了酱油和山葵之后，其实味道整体都差不太多。这一点与火锅非常相似，吃来吃去，吃的不过就是锅底和蘸料的味道罢了。在伊藤家的新居吃过午饭，叶晨与伊藤雄彦闲聊了片刻之后，便起身告辞离开。他先前跟苏之瑜说过，会去杜海清家中拜访，自然不能食言。虽说他与两人喝了不少清酒，但好在有灵气在身，出发前便用灵气将所有酒精全部清除干净，这才开上车前往自家当年那套老宅。此时的杜海清以及苏之飞、苏之瑜兄妹二人已经吃过了午饭。苏之飞换了干净的衣裳，刮了胡子，又将及肩的头发扎了起来，整个人也显得个安静利索了很多。苏之瑜坐在沙发上，一直关注着院子外的动静，想在叶晨抵达的第一时间就能看到。而当叶晨驾驶的那辆宝马汽车缓缓停在院门口的时候，苏之瑜整个人顿时一喜，连忙对妈妈和哥哥说道：“叶先生来了。”说罢，他已经站起身来，朝着门外跑去。杜海清与苏之飞也赶紧起身，跟在身后迎了出来。叶晨下车的时候，这3口人已经一前两后地走到了门口。苏之瑜拉开复古的铁栅栏门，有些羞赧，又不忘恭敬地说道：“叶先生您来了。”苏之飞也非常恭敬地说了一声叶先生。杜海清则没两人那么拘谨，他就像是看到了好朋友的孩子一样，亲切地说道：“叶晨来了，快进屋吧。”叶晨微微点头，尊敬地说道：“杜阿姨好，有日子没来看您了，您最近还好吗？”杜海清笑着说道：“我挺好的，金陵的环境对我来说是越住越舒服，而且最近也不像以前有那么多烦心的事情，所以还是很自在的。”叶晨点点头：“那就好，那段时间没在金陵，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应该不会出去。您在金陵有任何事情需要帮忙，就随时跟我联系。”杜海清也没过多客套，笑着答应下来，随后便将叶晨请进了家。进到这套老宅，叶晨不禁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当初自己的父母租下这套老宅的时候，也是精心做了修复，就像现在一样，虽然看起来还是那么的质朴，但是却能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。经过了20年的闲置，这套老宅也曾经破旧不堪，但是经过杜海清的精心修复，这一切仿佛又回到了20年前的状态。某一瞬间，叶晨甚至感觉自己又回到了7、8岁时的样子。父母刚刚在金陵安定下来，一家3口在这里过得平淡却充满幸福。杜海清见叶晨看着四周，整个人已然有些失神，便有意没再说话，而是让叶晨自己好好看看，好好回想。良久之后，叶晨在险些流泪之前收回思绪，将泪水憋了回去，微笑着对杜海清说道：“杜阿姨收拾这套房子一定没少费心吧？”杜海清点头一笑，开口道：“费了不少心思，但也乐在其中。”说着，杜海清指着那组质朴的老式皮沙发，对叶晨说道：“坐下歇一会儿吧。”叶晨点点头，坐下后才不禁感叹：“杜阿姨，这沙发跟我小时候那种沙发基本没有什么差别，现在还能买到这种款式的沙发吗？”杜海清笑道：“我们年轻的时候，皮质沙发基本上都长成这个样子，除非那些从欧美进口的沙发，
会显得比较浮夸一些。不过这种沙发现在买是买不到了，我是专门请人手工做的。叶晨微微点头，心中也不禁感叹杜阿姨真的很细心，而且她对爸爸也真的很了解，许多地方的眼光与爸爸非常相似。感慨过后，叶晨有意岔开话题，看着一旁的苏志飞，开口问道：苏少爷，这半年来应该过得很辛苦吧？苏志飞下意识站起身来，恭敬地说道：回叶先生，不辛苦，在下还要谢谢您的点拨，若不是您，我可能到现在还是那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。叶晨问他：我让你一路跪行朝圣，你心里一点都不恨我吗？苏之飞如实说道：回叶先生，起初的1个月，我每时每刻都恨您入骨，甚至在心中幻想，假如有朝一日我能够比您更强，我一定让您10倍、100倍偿还。但是1个月之后，我就逐渐明白了您的良苦用心。叶晨好奇地问道：我的良苦用心？在许多人眼里，我是个恶趣味十足的人，经常会冒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办法来惩罚别人，他们恐怕都恨不得杀了我，为什么唯独你说我有良苦用心？苏之飞诚恳地说道：其实您有的是办法来惩罚我，就算是要了我的命，也没人能把您怎么样，更何况我这条命本身就是您当初在日本救下来的，但您还是又给了我一条生路，也给了我一个迷途知返的机会。说着，苏之飞抿嘴沉默片刻，又道：而且在下知道，其实您一直都有派人在暗中护我周全，我这半年来几次遇到生命危险，最终能化险为夷，肯定是您在背后帮忙。叶晨没有说话，但一旁的苏之瑜惊讶地问道：哥，你都遇到什么生命危险了？怎么没听你说起？苏之飞道：出发第2个月，我开始真心对待这次的朝圣，所以我遣散了叶先生当初特批我带的随行人员，打算真正靠自己走到终点。一次淋雨后生了病，我便在一户农家借宿，毕竟许多朝圣的人沿途都会借宿，我便也没觉得有何不妥。结果那对夫妻却趁我高烧几乎昏迷的时候，想要把我卖给当地一个黑砖窑的窑主。听他2个人说，一个4肢健全的成年人能卖到2万块钱，而正常招一个烧窑的工人1个月少说也要3、4千块。窑主把人买回去，只要压榨半年多就能回本，剩下的就是纯赚。当时那窑主都已经开车过来了，还因为我看起来不省人事，给对方讨价还价，把价格压回去5000。苏之瑜瞪大眼睛，连忙问道：后来呢？苏之飞道：后来我就被窑主和他的3个打手搬上了一辆越野车，当时我想呼救，但因为高烧，我连完全睁开眼的能力都没有，就更别提反抗了。上车之后，我以为我这辈子肯定完了，但没想到窑主的越野车开出去没多远就被一辆车追尾，他带着打手下车与人争论，4个人被对方几枪放倒。苏之瑜迫不及待地问道：那然后呢？苏之飞低声道：开枪的那2人把他们4个的尸体丢到路边的沟里，然后把我从越野车里抬了出来，又把我送回了那户农家。苏之瑜更是一脸不解，为什么要把你再送回去啊？苏之飞道：他们以为我一直昏迷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他们在车里讨论要把我送回那户农家，然后用枪逼着那对夫妻好好照顾我，一直到我恢复，等我走后再处置那对夫妻。不过他们不知道，这些对话我都听到了。说着，苏之飞看向叶晨，感激地说道：叶先生，那2人在车上讨论过要不要将这件事汇报给白金汉宫的陈总，但2人又觉得这点小事以后我可能还会经常遇到，只要能保证我的安全，就没必要次次汇报，所以我那时便知道是您一直暗中安排人护我周全。紧接着，苏之飞忽然跪在地上，毕恭毕敬重重磕了个头，感激无比地说道：感谢叶先生3番5次救我性命，在下没齿难忘。叶晨伸手将他搀扶起来，淡然道：对于这件事，你不必感激我，你是杜阿姨的儿子，是苏小姐的哥哥，而你也并非犯下10恶不赦的大罪，
所以于情于理，我不能要你性命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让你去朝圣，本意其实是让你去苦修。我虽然不曾跪行朝圣，但我自8岁起到27岁，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，一直在经历各种艰苦。这些艰苦在我看来，也同样是一种苦修。苦修能捶打一个人的心性，磨练一个人的意志，重塑一个人的灵魂。无论你之前是锦衣玉食、嚣张跋扈，亦或者是食不果腹、自轻自贱，都能在苦修中寻得脱胎换骨的变化。如你能做到这些，那无论对你还是对你的家人，都是好事一桩。如果你做不到，起码也会因为这一路艰苦的惩戒而心有余悸，心存忌惮，将来也一定会有所收敛。说到这，叶晨话锋一转，语气坚定地说道，但我定然不能让你在苦修的路上因为天灾人祸丢了性命。那样的话，这一切不仅背离了我的初衷，我也无法向杜阿姨和苏小姐交代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